大家好，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如何解读动脉血气分析，简称 ABG。首先我们说动脉血气分析它主要是查什么？首先我们知道既然叫动脉血气分析，我们查的是动脉血，而不是像其他的一些检查抽静脉血它是一个动脉穿刺获得血液样本进行检查这么一个方法。那么它血气分析从这个字面意思来讲，它里边是有一些气体我们知道有氧气有二氧化碳。当然呢，除了这些气体成分以外，我们还有一些离子包括一些这个血红蛋白这些成分，其实都可以通过这个 ABG 这个分析得出结果。简单讲，我们最开始穿刺这个动脉对于新学习的这个护士或者医生来讲，最好穿刺的地方是在股动脉股动脉就是大腿根部这个地方呢，它有一个比较粗大的这么一个搏动所以这个对于新手来讲呢，很容易摸到，它位置也比较表浅这个虚线化的位置其实就是咱们说的腹股沟的位置就是咱们大腿根上那块有一个皱褶就是这儿。我们可以就在这个位置就能摸到一个动脉的搏动我们摸准以后呢，消毒以后就可以穿刺这个动脉穿刺针其实是比较特殊的一个针这不能拿咱们一般的注射器去穿，这个针必须是特殊的一个制作那么它有它一些工艺的要求。那么当你这个针穿到动脉管腔以后，其实顺利的话呢，你动脉管腔的压力是比较高的，很多的时候这个动脉血直接顺着这个针就能上升到你的这个针芯里边，就到了这个注射器里而且这个颜色是鲜红色当你看到这个时候呢，稍微往上拔一点这个针芯差不多1个毫升左右就够了，证明你穿刺非常好。那么个别的时候当我们穿刺下去之后呢，没有发现这个血往上顶自己上来，那么当我们稍微拔一下针芯的话，发现有暗红色的血上来了，那么这个肯定是什么？就是说很有可能是穿刺到这个边上的股静脉了。那么如果你要调整的话，应该向内侧还是向外侧调整我们说应该是向外侧因为这个动脉它在这儿，向外侧稍微挪一点，重新穿刺。这个当我们穿刺成功之后呢，还有一个特别要注意的就是说你在针尖这一块要给它扎到一个橡皮塞里因为你如果就这么敞着，或者说怎么样直接去做检测，这中间的过程你和大气是沟通的，那么空气里边的氧气和二氧化碳它有可能就顺着这儿就进去了会在一定程度上干扰咱们的结果那么不要小看这个这个把这个针扎到这里是这个小方块，其实很多的时候它很小，所以扎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不要把自己的手给扎到，大家一定要小心。下面我们看看它的指标ABG 呢，其实出来它有很多的结果，我们都可以参考。其中最主要的几个呢，我是拿这种稍微紫一点的这个颜色粉色吧，或者拿这个颜色标出来的。那么第一个就是 pH 值pH 值我们说是正常范围7.35到7.45小于7.35那就是什么酸中毒是吧？大于7.45就是碱中毒。那么二氧化碳分压它是一个呼吸性的指标，正常范围呢35到45毫米汞柱。那么如果小于35，通常意味着什么？呼吸性的碱中毒大于45呢，意味着是呼吸性的酸中毒。再看第三个就是这个碳酸氢根它是一个代谢性的指标，本身呢它也是一个偏碱性指标，也就是说它越高碱性越高刚才咱们说的这二氧化碳分压，就是它越高呢，二氧化碳分压越高是酸性越高这俩是相反的。那么我们看这碳酸氢根它是一个代谢性指标，正常范围是22到27，如果小于22越小它其实就越是偏酸性，就意味着是一个带酸，越大于27以后呢，咱们说它是一个碱性的指标所以越大它是一个带碱那么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像氧分压氧分压呢，我们为什么说80到100因为人的年龄是不同的，一般来讲呢，年龄越大，这个氧分压呢，其实正常范围的这个下限呢就更低一点比如说80岁的人和60岁的人，他其实这个在这个下限是不一样的标准
我们就参考一下就可以了。这个咱们有机会再详细再讲。那么还有一个叫减剩余这个 BE， 减剩余呢，正常范围是-3到正3毫摩尔每升。这个减剩余顾名思义如果是有多的剩的那就是碱性的，也就是说，当这个值大于0的时候，也就是个正值的时候，比如说是2或者3或者5，那就意味着你这个碱是多的，而且通常指的是带碱这个如果是负值，那就意味着通常是带酸这个还有呢，像钠呀、钾呀、氯啊，包括血红蛋白这些指标，其实在一次血气分析里面都可以给出来。下面呢，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就是动脉血气分析我们怎么去通过这个值来判断这个病人的酸碱平衡情况。那么第一个呢，我们要看 pH 值pH 值刚才咱们提到过7.35到7.45。那么小于7.35它就是酸中毒大于7.45就是碱中毒。第二个呢，我们要看二氧化碳分压和碳酸氢根。那么这两个呢，它其实就是为了判断这个酸碱平衡，比如说是紊乱紊乱是从呼吸方面来的，还是从代谢方面来的还是说两个都有是判断这个原因的。那么当然后边两个减剩余还有其他的那些指标呢，我们可以进行参考来对这个病人的情况呢进行一个更综合全面的分析。我们看第一个例子这个 pH 值是 7.25我们首先就看左边蓝色的这个数字然后右边粉色都是咱们的分析。我们首先看 pH 值 7.25， 这就是小于 7.35， 意味着它是个酸中毒二氧化碳分压70呢大于了35到45这个正常范围，所以它是一个呼吸性的酸中毒，对吧？那么碳酸氢根呢是25呢是在22到27这个范围内的，所以它没有对这个呼酸进行代偿，所以这是一个无代偿那么理论上讲，如果有呼酸的话，人体可能会有一个带碱来代偿，但是呢这上看不出来带碱也就是说它这个没有这种带碱的表现。比如说27以上的如果碳酸氢根超过了27比如28、30这种有带碱，那么它是一个代偿。可是现在呢就没有，我们综合判断这是一个无代偿呼吸性酸中毒。第二个这个是一个 pH 值 7.55， 所以这首先知道是碱中毒然后我们看二氧化碳分压48呢大于45了，所以这个是有二氧化碳蓄积它是一个呼吸性酸中毒。那么呼吸性酸中毒和它一开始我们判断碱中毒是正好两个方向，所以这个呢是一个有代偿的代偿性的一个这个酸中毒那么碳酸氢根是35呢明显的大过27所以这个是一个代谢性的碱中毒所以我们归根结底判断呢，它的原发疾病还是代谢性碱中毒，而这个二氧化碳蓄积是一个代偿行为所以总体上我们叫做部分代偿的代谢性碱中毒。我们再看第三个例子pH 值 7.48， 那这意味着是个碱中毒然后再看二氧化碳呢是29的话小于35，所以这是一个呼吸性的碱中毒这个都和刚才 pH 值是完全一致的。再看碳酸氢根22，这也是正常范围。那么如果是呼碱，其实理论上有可能会产生一个带酸，但是它没有所以这是一个无代偿呼吸性碱中毒。那么第四个例子呢是 pH 值 7.31这就是酸中毒首先我们明确了。再看二氧化碳分压是56，明显超过45所以这是一个呼吸性酸中毒。我们再看碳酸氢根呢是29呢大于27，所以这个有带碱这是一个代偿行为，所以这是一个部分代偿的呼吸性酸中毒我们再看这个例子pH 值 7.48， 那么这个大于 7.45碱中毒。然后呢二氧化碳分压41，这是正常范围内的它没有代偿。然后再看碳酸氢根呢是32大于27了，所以这是一个代谢性的碱中毒无代偿代谢性碱中毒。我们再看这个例子pH 值 7.28， 我们知道是酸中毒。然后二氧化碳分压是38呢是在35到45范围内的所以它这个是正常的
那么再看碳酸氢根呢，18呢小于22，所以这个是一个代谢性的酸中毒代谢性酸中毒，而且无代偿综合来讲叫做无代偿代谢性酸中毒。那么我们再看，简单说一下常见的原因和处理。那么对于呼吸性酸中毒，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很多的时候是由于肺部疾病，比如说有肺炎、有哮喘、有慢性阻塞性肺病。那么这些原因都会导致你肺部气体交换障碍二氧化碳在肺里边蓄积，排不出来这样的话呢，二氧化碳分压一高，就形成了呼吸性酸中毒。那么另外呢，还有很多神经系统的疾病，比如说脑梗塞或者是用药导致了神经系统的抑制，比如说咱们说比较强的这种阿片类的药物，吗啡、羟考酮等等它会抑制咱们的呼吸中枢，所以呢也会导致二氧化碳在体内蓄积，那么形成呼吸性酸中毒。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可以采取吸氧鼓励病人咳嗽抬高床头这些方式来进行一个纠正那么第二个呢，我们看这个代谢性酸中毒。代谢性酸中毒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腹泻尤其当这个病人如果腹泻时间比较长的时候，那么他肠液排出的比较多，而肠液偏碱性所以这种碱性的肠液排出的太多，那么自然它就形成一个代谢性的酸中毒了。另外呢，在糖尿病我们知道有一种比较严重的并发症的时候，叫做这个 DKA 就是糖尿病酮症酸中毒这个也是由于这种酮体代谢这种相关的原因导致体内的这种酸中毒。那么还有的时候是由于肾损伤肾损伤以后呢，由于这种氢离子这个排出的这种限制那么导致它蓄积，所以产生的这个代谢性酸中毒。那么对于代谢性酸中毒呢，我们怎么处理呢？可以通过补液，可以通过像如果是 DKA 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我们可以用胰岛素。同时我们要注意呢，要排钾因为当你这个酸中毒的时候，我们体内的氢离子过多，氢离子过多以后呢，它有一个氢钾交换的过程。那么你氢离子向细胞内转移钾离子出来，那么它钾有可能会形成高钾所以我们要注意排钾可以用排钾利尿剂，比如说氢氯噻嗪比如说速尿这些。那么再一个，我们看一下呼吸性碱中毒。呼吸性碱中毒呢，它很多的时候是由于这种过度换气就是什么叫过度换气这种深快呼吸就是喘气，而且每次吸气呼气很深这是非常容易导致呼吸性碱中毒的。因为什么呢？你这种非常快的而且很深的这种换气，会把你体内二氧化碳呼出来非常多导致这种二氧化碳太低了形成这种呼吸性碱中毒。那么有的时候是由于疾病造成的呼吸急促，有的时候是病人他属于一种癔症也就是一种功能性疾病吧，它表现的就是很焦虑，然后这种呼吸很快过度换气的状态。那么通常都存在这种呼碱。呼碱的纠正呢就相对比较简单，我们可以用纸袋盖在这个病人的口鼻处，让他呼出来这二氧化碳再吸回去这就是最直接的一个方法。当然你说这纸袋这个东西呢，如果你手头没有，其实用最简单的方法，我们外科口罩我觉得给它戴上这个随处可以拿到的是吧？那么都应该会有一定的帮助，它就相当于把你呼出来二氧化碳又吸回去了。那么最后一个呢，我们看一下代谢性碱中毒。代谢性碱中毒呢，很多的时候是由于什么？呕吐呕吐，因为我们吐出来的胃液是酸性的，我们的胃液是盐酸是吧？我们吐出来这个盐酸胃液吐出来了，体内呢酸少了，自然碱就多了，这是导致代谢性碱中毒最多的一个情况。那么当然还有的时候我们是用的排钾利尿剂那么你这个体内的钾一少细胞内的这个钾就会往外走由于氢钾交换的这个原理呢，这个氢离子就会进入细胞内氢离子少了，自然它就形成了一个碱中毒所以对于这种病人呢，我们就要注意什么呢？这个补液还有补钾另外呢，我想稍微提醒一下就是说大家
可能刚开始存在一个误区，就是说，当你这个病人出现代谢性这种酸碱平衡紊乱的时候，比如你出现了带酸，我们是不是可以直接通过静脉输液给他输一些碱性的溶液给它中和呀？或者说这个病人出现了带碱，我们能不能静脉输一些酸性的溶液给它中和呀？大家看我们在这个后边的粉色字体里没有出现这些东西，对吧？输一些酸性溶液，输碱性溶液。那么这个呢，其实理论上好像很容易想到，但实际操作上呢，它的风险和并发症其实是非常多的非常慎用一定要特别特别小心。只有在一些真的是其他的效果、各种治疗效果都不满意的情况下，可能才能尝试到这些这就是题外话。好，那么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欢迎大家订阅分享，谢谢。